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慢星语。这期主要讲的是使用 DeepSeek 或者 Client Proxy API 免费使用 Codex。之前已经讲过了 Codex 加 Ollama， 也讲了 Codex 浏览器自动化。当然免费的资源是需要多准备一点的。你怎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哪片云彩刮风？使用 Client Manager 提供免费 AI API 给 Codex 使用，就像是《山海经》里的飞鼠。飞鼠是兔首弥身，其音如犬吠，以其尾飞。别的动物飞天要靠翅膀，它是只靠一条尾巴就能飞，连油钱都省了，绝对的白嫖飞行家。这期教程的原理和飞鼠一模一样，官方 Codex 这条路肯定是要买昂贵的 AI API 的，咱靠 DeepSeek 或者是 Client Proxy API 这两件神器当尾巴，直接起飞，1分钱不花。纯干货视频，创作不易，请大家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先来看一下结果吧。用 Codex 把 Codex Client 打开，有新版本，暂时先不升级，选 Skip。你可以看到这里使用的模型就是 DeepSeek 的模型了。你也可以使用 Model 命令，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用的模型是 DeepSeek 的模型。按 ESC 退出，然后你 say 一下 Hi， 它马上就会有回应。然后打开 CC Switch， 点一下这个 Session Manager 的按钮，你会看到确实是问了一个 Hi， 而且确实是得到了回答。这个回答和它 Client 里面的回答是一模一样的。这样我们就先看一下怎么连 DeepSeek 到 Codex 里。首先看一下 DeepSeek 的 API， 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比较 confused 啊，就是使用 AI 嘛，为什么会使用 API 呢？很简单，因为使用 API 比较方便，而且 DeepSeek 的表现在 Terminal Bench 里面是比较不错的。V4 Pro 评分 87.9， DeepSeek V4 Flash 评分也有 82.7 啊。当然，既然要和 Codex 一起工作，那么就需要下载安装 Codex。进到 Codex 的官网，点下载按钮，下载就能安装，安装就能用。当然，如果是倾向于使用 Codex Client 的小伙伴，可以用这2条命令中的任意一条，把 Codex Client 安装到你本地。Codex Client 就是跑在终端里的 Codex， 安装好了以后，在终端里面输入 Codex Version 命令，按回车，能看到版本号就是安装好。到它的官方文档里面找到 Models and Pricing， 看一下 DeepSeek 提供的一些模型。V4 Flash 这个不是多模态的， V4 Pro 这个是多模态的， V4 Flash Vision 这个也是多模态。 DeepSeek 的 API 不是完全免费的，它是有一个免费额度，对于新用户有一个30天500万 token 的免费额度啊，但是只有30天，也只有500万 token。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是不花钱。那免费额度用完了怎么办？很简单，到它的 platform 的官网去多注册几个账号，在它下面这个 Agent Integrations 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和很多的 AI Agent 都是可以合作的，其中就包括了 Codex。 它官方直接给出了一键的配置命令啊，但是这个命令配置完之后要改回其他模型的时候，会需要在配置文件里面修改啊，这比较麻烦，因此我比较倾向于使用 CC Switch。 现在来看一下拿 API Key， 你需要有一个 DeepSeek Platform 的账号，注册账号只需要有邮箱就行，邮箱能收验证码就行。你是可以创建多个账号的，当然在魔法地区需要绑定手机的话是另外一回事。登录进来以后选 API Key， 然后点创建新的 API Key， 点完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弹窗，它要你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可以自定义的，然后点一下创建 API Key， 这样 API Key 就创建成功了。一定要马上复制保存到本地一个你觉得安全的地方，它只会出现一次，保存好以后点擦掉，这样 API Key 就创建好了。然后我们要到 CC Switch 里面去给 Codex 创造一个新的提供商。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应该已经安装了 CC Switch，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直接点一下 Codex， 点一下加号，向下拉，找到 DeepSeek， 然后向下拉这个 website URL， 你可以就继续让它是 DeepSeek Platform，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Codex， 这个没有太大关系。然后把你的 API Key 粘贴进来，然后要填一下 API Request URL， 回到它官网的文档，点一下 Codex，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的 base URL 就是这个，和它默认自动填入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这个和这个必须是一样的，复制粘贴就好。点一下 Manage and Test， 点一下 Test 是有速度的，点回头，然后看一下 Default Models， 点一下这个 Fetch Models 按钮，应该能看到3个 Models， 因为刚才在官网上就是可以看到3个 Models。 点一下下拉的小箭头按钮，选这个 V4 Flash Vision 吧，继续向下拉，在 Model Mapping 这里，它的右侧有一个 Fetch Models， 再次点一下。我们当然知道会得到3个模型，正如它官网说的一样，因为 V4 Flash 是一个纯文本的模型，我还是习惯把它换成一个多模态的模型。点一下下拉这个小箭头，选择 V4 Flash Vision， 左侧的显示名字也要改一下，这样对得清楚一点。拉到底可以看到配置文件的内容，如果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点一下 Add， 然后点一下 Enable， 这样 Codex 实际上就是在使用 DeepSeek。 另外它这里有讲 Need Routings， 点一下这个 Guild 按钮，点一下 Routings， 点一下下拉箭头，这2个要打开。我们以前是支持 Claude， 现在也要让它支持 Codex， 所以 Codex 也要打开。点一下小箭头回头，关掉一下，重启一下，确认 Routing 是打开的。模型提供商配好以后，用 Codex 命令打开 Codex Client 遇到了一些问题，说的是这个文件缺了这个属性，这很明显不是配置的问题，也不是 API 的问题啊，这应该是 Codex 升级了， CC Switch 还没有跟上。一般情况下升级一下 CC Switch 就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如果想看一个更快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缺什么补什么。比如说这个是在 Codex 文件夹底下这个文件，复制一下，选中这个文件的文件名，用这个命令进到 Codex 的配置文件夹底下，使用 V 命令打开对应的 JSON 文件，按它的讲法是在73行这个地方，在打开的 JSON 文件向下拉，在73行，也就是大概是在 Web Search Tool Type 底下添加缺失的这个 attribute， 给它的值是 true。 记住一下 Web Search Tool Type， 因为这是第1个模型，我刚才应该是配了2个模型，拉到底在这里又可以看到一个，因此你要在这个 Web Search Tool Type 底下也补一个 Support Parallel Tool Course 这样的一个 attribute， 然后按 ESC WQ 退出，再次使用 Codex 命令，这样就可以打开 Codex Client 了。暂时不做升级，选 Skip，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模型就是 DeepSeek 的模型。如果你要换模型，就直接使用 Model 命令，我就不换了，按 ESC 退出。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模型是 DeepSeek 的模型，思考强度是 High， 说一下 Hello， 很快它就有了回应。上传一张图片啊，实际上我就是截了这个页面大概这么一个部分给它，实际给的就是这么一张图啊。看一下它有没有读图的能力，按回车。好的，非常快啊，而且对图片的描述是分毫不差。使用 exit 命令退出。现在打开一下 ChatGPT 的软件，因为 Codex 的 App 已经和 ChatGPT 的 App 完全绑定在一起了。如果你之前打开过然后才配置的 DeepSeek 的 Provider， 你要把 ChatGPT 关掉重启一下才能用啊。当然了，命令函就没有这个问题。在这里可以看见这个 Hello， 我们点一下这个 Hello 就可以看到和刚才在 Client 里面一模一样的对话，而且在它的左下角也可以看到提供商变成了 DeepSeek。 我们随便问一个问题，看一下它能不能用。这就是今天的 Bitcoin 的价格了。这样有免费额度的 DeepSeek API 接入 Codex 就讲好了。接下来应该看一下 Client Proxy API。 在安装 Client Proxy API 之前，希望你已经安装好了 Node.js 的环境，还没有的小伙伴可以到它的官网里点 Download， 然后在这个位置选择对应的系统，下载就能安装，安装就能用。如果你是 Mac 的话，使用 Brew 命令直接安装也可以。我本地是已经有 Node 环境了。Client Proxy API 实际上是有2个东西，
一个是它的 Management Center， 另一个就是 Client Proxy API。这个 Management Center 呢，新也很多的，它就是一个 GUI 界面啊，有需要界面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本例主要就是讲 Client Proxy API 啊。首先 Client 的 Proxy API 是个啥呢？它就和 CC Switch 非常的类似啊，它也是提供一个代理界面来管理所有的 API。这些 API 你也是自己要去配那些密钥啊、链接，然后把它注入到 Client Proxy API 进行使用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 CC Switch 更加易用啊，或者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叫 CCS 的东西，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之前也已经讲过了。像这样给 AI Agent 提供免费 API 服务的现在还挺多的。那关于 Client Proxy API 主要就是讲一下它的安装和一个配置的难点。它是可以支持这些 AI Agent， 其中就包括了 Codex。 大略讲一下它的一个安装步骤，然后会讲一下它和 Codex 配合使用中有一个 API Mode 底下这个 Auth.json 的这个 API Key 是个啥玩意儿。这个 API Key 不是个真的 API Key， 它只是一个本地用户的验证。你可以自己制造这个 API Key， 在 Repository 的文档区点一下 Examples， 这里会有很多 Example 啊。如果有兴趣详细看一下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这个 Custom Provider， 这个是 Go 写的，它主要说的是一些关于配置 Custom Provider 的一些东西。点一下 Example， 它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啊，比如说 HTTP 啊、Plugin 啊、Real Time 啊、Translator 啊，这些我们就都不一一讲了。比较重要的就是看一下这个 Custom Provider， 当然不看也行，因为看不看你都会知道需要 API Key 和 Base URL。 首先到 Client Proxy API 它的这个快速开始的文档这边，这里就有安装的命令了。这个是 macOS 的，向下拉，这个是讲 Linux 的，还有 Windows 的安装方法也可以通过 Docker 启动，选择自己对应的系统，用命令先把 Client Proxy API 装起来。如果你是 macOS 用的就是这个命令，我是已经装了，然后用这个命令看一下是不是装好，能看到版本号说明是装好了的，然后用这个命令把 Client Proxy API 启动起来，看到 Already Started 就是已经启动了。如果你是用 Homebrew 装的，它的配置文件是这个你可以直接在它官网上复制粘贴下来。如果要检查 Client Proxy API 是不是真的启动了，就使用这个命令，这样你就会看到 Client Proxy API 真的是启动了。然后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 Codex 现在的配置文件。我们上一个是使用了 CC Switch 配了 DeepSeek 给 Codex， 用的是 OAuth 的认证方式，所以 Token 可以通过代理进行管理呀。我们现在是要使用 Clip Proxy API 来给 Codex 提供模型。退出一下，清一下页面，快速说一下，如果你不用 Client Proxy API 了，就用这个 Stop 命令停止它，这样它就停止了。要启动 Client Proxy API 就用 Start 命令，这个之前看过了。修改配置以后要重启 Client Proxy API 就使用这个 Restart 命令，它就再一次启动了。因为我们之前用的是 CC Switch 配的 DeepSeek， 现在我们要换用 Client Proxy API， 所以先把旧的配置文件用这个命令删掉，然后关掉 ChatGPT， 然后重新打开 ChatGPT， 然后再次查看 config.tom 文件，这样我们就再次得到了最原始的配置，方便我们配置 Client Proxy API。 现在用 Codex 命令启动一下 Codex Client， 选 Skip， 选 Continue， 现在就变回了它默认的模型。使用 Logout 命令退出一下，再次使用 Codex， 选 Sign in with ChatGPT， 然后就会弹出这样一个要求 Login 的页面，你用你自己的账号登录一下就好了。这一步就是重新做一下 Login， 登录好了以后它会提示你登录好了，你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页面关掉了。在终端里就会看到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我们就按下 Enter， 这样就可以用了，说明配置文件完全恢复到初始的状态。使用 Exit 命令退出一下，我们准备要开始要配置 Client Proxy API。Client Proxy API 应用到 Codex 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它推荐的 OAuth 的模式，一种是使用 API 的模式啊。因为我们依旧会用 DeepSeek， 所以我们会选择 API 模式啊。因此我们会需要改一下 config 和 auth 这两个文件啊。修改 config 文件非常简单，把这一整段复制一下，在 Codex 配置文件夹底下
使用 V 命令把 config 文件打开，前面空出一点空间，我们准备在头部进行修改，给一点分割符，这样好区分。然后粘贴刚才复制的这一波的东西到头部去。这个 HTTP headers 没有什么用啊，它只是说这个请求是从本地来的，因此可以直接删掉。这后面这堆注释也是不需要的，把这一行粘贴进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是默认的模型，这个是默认的模型的名字，等一会儿是可以在 Client Proxy API 里面进行自定义的。然后退出一下，用 cat 命令检查一下配置文档是不是改好了，看到这些就是改好了。清一下页面，然后要改一下这个 auth 到 JSON。首先要说一下，Codex 的这个 auth JSON 的文件，如果你用的是 OAuth 的这个模式是不需要改的，只有你在使用 API 模式的时候才需要改。另外，这个 API key 并不是真的 AI 的 API key 啊，它只是 Client Proxy API 本地的一个认证 key 啊，它只是给 Codex 提供一个占位 API 啊，也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占位符，你甚至都可以不改，也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用的。但是这个 API 虽然是一个假的 API， 但是它要跟 Client Proxy API 里面某一个 API key 要能够对应上，所以想要把它做得好看一点，你是完全可以自己生成一个的。就比如说用这样的一个命令，运行以后就会得到一个字符串，然后你把本地这个 dummy API key 设计成这样就可以了。运行一下这个命令，按回车，得到这么一个字符串，复制一下，复制好了以后把它制造成这个样子就行了。把这个本地的 dummy API key 复制一下，用 V 命令把 auth JSON 打开，打开以后这些全部都不要啊，删除完了以后复制这一段粘贴进来啊，然后复制这一个 dummy API key 粘贴进来，然后退出保存，查看一下是不是已经保存好，这样就是保存好了，这样 config and auth 就都配置好了。现在要开始配 Client Proxy API 了，复制一下这一条命令，打开 Client Proxy API 的配置文件 ，Host 要设成 127.0.0.1， 因为做的是只有你本机才能访问 Client Proxy API，Port 就用默认的，然后向下拉一点，就会看到这个部分，这个就是要配的 API key 了。它可以是多个啊，但是其中要有一个和之前配的这个 API key 是一样的，复制一下。随便替换一个啊，继续向下拉，我们还需要配 DeepSeek 的 API key， 真的 DeepSeek 的 API key 啊。Client Proxy 还是可以配置很多东西的，它不仅仅可以配置 DeepSeek， 比如说它还可以配置 Gemini， 你向下拉还可以看到很多别的东西。对于 DeepSeek， 我们要用的是这个 OpenAI Compatibility， 然后给一个新的空行，当然你也可以到下面把这一个一个的注释符删掉啊，因为比较麻烦，我就没有动它，而是直接粘贴一段写好的进来。记住这个 API key 要替换成你真实的 DeepSeek API key 啊。替换好了以后就可以退出保存了。然后再次看一下 Codex 的配置文件，默认模型还没有配，打开 Client Proxy API 的配置文件。这个 base URL 和官网上的略有不同啊，似乎是多了-v1啊，把-v1消掉就可以了。这个 API key 要改成你真实的 API key 啊。默认模型的话，就是复制这一段粘上去改一下，改成 DeepSeek 的模型。模型的名字是要和 Codex 配置文件里默认模型的名字要一样啊。回到官网，复制一个真的模型名字，替换旧的模型名字，别名的话就叫做 FV 吧。退出保存，然后打开一下 Codex 的配置文件。默认的模型名字也要改一下，改的和 Client Proxy API 一样。退出保存一下，清一下页面，然后要重启一下 Client Proxy API， 复制这条命令，粘贴进终端按回车，这样它就重启好了。再次打开一下 Client Proxy API 的配置文件，再稍微做一点修改。首先这个 API key 你可以有多个，但是因为本地的用户只有一个，确切说只有本地这个用户在用，所以其他的那些假的做例子用的 API key 都可以删掉啊。另外在 DeepSeek 模型底下，它这个别名这里
我把别名和名字都使用同一个名字。另外就是 API key 要使用你自己的 API key， 改好以后保存退出，然后用这个命令再次重启一下 CPA 啊，按回车，重启好了，用 Codex 命令打开 Codex， 暂不升级，这样就可以看到使用的是 DeepSeek 的我们选定的那个模型了。发一个 Hi， 很快就会有回应啊。使用 Exit 退出，清一下页面。如果你想看一下现在 Codex 用的模型，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命令。这个 API key 就是前面配的这个我们自定义的一个 API key， 它实际上就是作为本地用户的一个身份凭证传给 CPA 的。运行这个命令应该会得到 CPA 现有的 AI 模型啊，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我们定义的那个 AI 模型啊。另外还可以用这个命令快速看一下 Codex config 文件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谁是模型的提供商以及 base URL， 这个就是 CPA 的 base URL， 也就是这个东西。你还可以用这个命令看一下 CPA 是不是在监听8317这个端口，按回车，对，它确实就是在监听。用这个命令清一下页面，刚才是一个详细的教程，如果你想快一点的话，在你安装好 CPA 之后，直接打开 Codex， 然后在你原来的 Codex 里面告诉他你已经安装好了 CPA， 也就是 Client Proxy API， 让他自己帮你配置，通过使用 CPA 连接 DeepSeek 模型。然后当然你也要告诉他你的 API key， 你不是告诉他一个你真的 API key， 你告诉他一个假的 API key， 让他配置好，然后告诉你你自己手动去哪里改，那样会快很多。不过刚才是一个详细的教程，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清楚的知道 CPA 里面的一些配置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Codex 比较繁琐啊，因为它老是问你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做啊。如果你想让它更加自动化，而且你确定你的这个任务是完全安全的，你可以使用这个命令啊。但是使用这个命令，你要确定你执行的任务是完全安全的。使用这个命令同样也能进入 Codex， 之后它就不会再问你了，因为你给了它最大的权限。你可以在这里看到 Permission YOLO Exit 退出。用这个命令再次打开一下 CPA， 你知道 CPA 其实可以配置多个 API 给多个 AI 模型的。刚才是 DeepSeek， 打开一下 CPA 的配置文件，我们看一下如何除了 DeepSeek 以外再配置另外一个模型，比如说 Gemini。Gemini 的配置是被独立出来的，在这里啊，这个就是 Gemini 的配置了。你可以完全仿照这个例子啊，制造一个自己的 Gemini 的配置啊，比如说这样。唯一的问题是你要自己去拿一个你的 Gemini 的 API key 啊，这些是免费的。修改好 Gemini 的配置以后，保存并退出，然后记得重启一下 CPA， 这样就好了。另外呢 CPA 还能支持其他很多的 API， 那这些免费的 AI API 的信息去哪里找呢？比如说你找一个这样的 GitHub repository， 叫做 Awesome Free LLM APIs， 向下拉，在这里你就会看到一大堆的这种免费的模型了。这个是 Gemini 了， Mizara 是法国的，质朴 Base URL 在这，模型名在这，自己去拿一个免费的 API key， 你就可以去搞配置了。配置完就能在 CPA 里用。Gok 也有 Hugging Face 也有，大家选自己喜欢的吧，这里有好多呢。这期主要讲的是使用 DeepSeek 以及 CPA， 也就是 Client Proxy API， 免费给 Codex 提供 AI 的 API 啊，进而让你能免费使用 Codex。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